爸，你不是不同意我姐跟陈哲的事吗？为什么还升他为销售部部长？我这个人啊，一向是公私分明。销售部部长是他应得的。这次你被绑架，他也是出了力的。论功行赏，也该轮到他了。爸，这个陈哲2年来靠着我姐升得这么快，现在全公司都在议论这件事了。前段时间刚升为副部长，这么短的时间又成为部长，最重要的是他在公司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成绩，恐怕到时候难以服众。要的就是这个难以服众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舆论有时候可以杀人啊。对了，爸，这是前段时间黎东方面给我发的一份酒店项目策划方案。这段时间呢，我好好研究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方案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所以拿过来让你看一下。这个项目的地点呢设在鹿岛，1年前黎氏集团在鹿岛拿下了一块商业用地，准备开发成集旅游度假为一体化的高端酒店项目，只是目前在资金上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他特意跑过来找我，想跟我们集团一起合作，共同开发。您看一下。他这个项目啊，我多少听了一些传闻。这件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呐。那块地上原本有2个村子，一个村子已经安置完毕，但是另外一个村子中很多村民都不同意当初他们签订的腾退条件，闹得很厉害。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还是个大问题啊！更何况，几家大的开发公司都不敢动这个项目。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做这个出头鸟。更何况，高端企业管理经验我们也没有过。正因为没有经验，黎东方面可以全权负责酒店的管理和运营，我们只要单纯的投资就好了。而且我觉得这次是我们欧氏集团进入这个领域最好的契机。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什么？金雅苑的一栋商业房和2亿资金。目前集团开展项目众多，我为什么要拿出那么多的资金去帮他？尤其是在他和你姐解除婚约之后，欧黎2家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必要。爸，就算我们2家最终不能走在一起，可我们毕竟也是世交啊！而且我跟黎东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现在他的公司出了一些问题，我帮他一把怎么了？50%。什么？欧氏集团要占50%的股份，而且要单独成立公司运作项目。欧氏这边董事会席位要占多数。黎氏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他是不会来求你的。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喽。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这也太过分了。2个亿，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数目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投资酒店的成本、回收和盈利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。我们集团做的是化妆品、服饰这类成本回笼相对迅速的快消品。就算是做地产项目，也只专注在商业地产上。南联的楼，我为什么迟迟不封顶啊？
我就是在等鹿岛的地铁开通，到时候地价至少要增长30%。我现在给他一栋楼，我会损失多少利润？我也要考虑股东们的权益。李董提出的条件和许诺的回报，一定是掺了水分的，他会给自己留后手。咱们只有把他们逼上绝境，才能争取到最大的利润。可我还是觉得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有点太不近人情了。过来，儿子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做到不把个人感情掺杂到生意里来？生意就是生意，不是做慈善。人情能换来大利润，等有一天你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你还能收到这一份的人情吗？做梦！这是你爸到我经历过来的，一辈子经历过来的，你懂吗？谁可怜你？谁？这叫生意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陪我去个地方啊。欧总，您看安迪的事情，集团的法务应该已经给他发了律师函，之后的事情，法院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。欧总，我那天真的被绑架了，就在发布会当天的早上。你们干嘛？抢劫吗？这里没有钱。哎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误会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完了。欧总，安迪说的都是真的，这是我用手机在监控摄像室录下来的，您看看。吴总，你说我招谁惹谁了？好好被人打了一顿，弄得臭气熏天，把工作也给耽误了。本来我看你们发布会办得挺成功的，这么多天也没找我，我就以为这事过去了。没想到，欧总，这件事绝对是有人蓄谋已久，故意破坏这场发布会活动。本来我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安迪是我的好朋友，而且他又是受害者。再说，林美雅和欧阳已经答应过我，不会再对安迪的事情追究下去。
这件事情你们报警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不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人。再说，我也不想给自己添麻烦。好，关于你违约的事情，我会交代下去，不再追究了。但是被绑架的事和这个视频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外传出去。你放心，欧总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那我不送了。好的，谢谢欧总。我们先走了。是吧？最近生意不错啊。啊，哎，比刚刚开业那会儿强多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。行，那你先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。我那天真的被绑架了，就在发布会当天的早上。他刚才来我们财务部说要看集团近5年的账户明细，你不知道这事儿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找我有事儿啊？我问你，安迪被人绑架的事情，是不是你找人干的？谁是安迪啊？这什么地方？儿子，陪我上去看看。爸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当初啊，欧氏集团就是从这小办公室起家的。所以他那天没出现，是因为他被绑架了。之前不管我跟欧阳是怎么斗的，
但那都算是正常的商业竞争手段。绑架是违法的。这人我根本就不认识，他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，这事真不是我干的。好，这件事情不提了。我已经告诉了安迪，欧氏集团不会再追究他的违约责任，但同时，他不能再向外界透露这次的事情。你最近工作压力也挺大的，要不要打几枪试试？这是犯法的事儿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您想想，一旦发布会成功了，欧长令他就能让欧阳顺理成章地进董事会，到时候小瑞就要被赶出欧氏，欧阳成为董事长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格局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只是更旧更破了。当初公司挣了一些钱，就把对面的房子租了下来。1年以后，这4层啊，一半的房间都是咱们欧氏集团的办公室，再后来就是整个4层。哎呀，当初我想，如果公司要是发展了，我就把整栋楼租下来，把这隔断都打通，好好的装修一下。可没有想到啊，公司突然遇到了难关呐。什么难关？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反正公司已经挺过来了，才有现在的规模。欧阳啊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李东他父亲在接手他们家生意的时候，那时李家在本市已经有30多家餐饮店，而我呢，就窝在这个小房子里头，瞅着下个月的房租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没有人能帮你，只能靠自己。所以，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不择手段，甚至有些不尽人意。如果要是不这样，咱们家能到今天吗？当初我要是不唯利是图、左右拼杀，也许现在的你啊，就囚禁在这小破房间里喽。您说的我理解，但是我并不认同。如果只靠唯利是图、不择手段，就算做到世界最强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没有朋友，只有利益。这样的人生，不是我想要的。儿子，如果要是没有我，就你自己，你就不会说这样幼稚的话了。我作为父亲，我真希望一辈子
这么幼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没弄明白。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背着我私查公司账目？这是什么？结果，只要有了他，不管欧阳进不进董事会，都没关系了。本来我们只是知道，你爸让欧阳进入董事会，是为了通过增资的议案，但是我们不知道那笔资金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。查了公司的账目，我才发现，这些年以来，你爸一直在故意削减公司利润。他把一部分的钱转进了一家在巴拿马注册的外资公司户头里。他这么做既可以避税，又可以拥有一笔随时可以调动的巨额资金。你记不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你家商量怎么请欧阳的时候，你爸用了1个晚上就调动了3000万的美金。我怀疑那笔钱的来源就是在这儿。我只是查了5年的账目，如果再多查一点，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？你爸背着所有的人做这件事情，已经侵犯到了所有股东的利益。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捅出来，股东们一定会炸的，税务机关也会介入的。够了，不要再查下去了，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这是扳倒你爸多好的机会啊！我爸做的这些事情，我早就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是公司的总裁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还有，我请你记住了，即便是我知道了这些，我也绝对不会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爸的，因为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和壮大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跟他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你私查公司账目这件事情，我已经跟财务部的主管打好招呼了，不会跟任何人提起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吧，可以吗？当然，回家吧。欧阳，没事儿，走吧。来谁啊？是我，徐思雨。哦，思雨啊，我还以为广告呢。没关系，这是我新号码，你存一下。对了，你周六有空吗？有事儿啊？这周六我爸有一个基金启动仪式，之前我们已经邀请欧伯伯和欧瑞姐了，不知道欧阳先生有没有空？你也给我发个邀请函不就得了吗？还特意给我打个电话。那当然了，我得亲自邀请才行啊。好，那就周六见吧。周六见。
搞什么呀？你去哪了？怎么那么半天才回来？肚子饿不饿？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去给你买。老四养。不用。你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你不开心呢？我能不开心？没事，我就是最近有点累了。自打从泰国回来以后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的，感觉就没停下来。不过我看着你我就开心，咦，特别踏实。是不是咱们俩的事情，你爸又给你施压了？哎，没有啊，你别瞎操心行不行？能不能别瞎操心？我能不担心吗？还没结呢。公司的员工试用期是1年，我现在还没到，我可不想搞特殊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。之前你可是哭着喊着让我给你转正啊，现在怎么突然就成了公事公办了啊？因为之前我是你的员工，做任何事情我当然要为我自己考虑了。但是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，做每一个决定之前，我都会为我们俩考虑。尤其是你姐和陈哲的事情，闹得公司谣言四起的，我觉得我们得低调。我可不想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去。行，啊，反正是早晚的事儿。哎，晚上我陪你去试一件礼服好吗？然后我们再去吃饭。陪我去试礼服啊？又没什么活动，为什么要试礼服？思雨啊，哎，你的这份嘉宾名单啊，我看了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哎，但我怎么没有看到林美雅的名字啊？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而且她也是欧氏集团的员工，正好一起参与一下嘛。我也好当面向她表示感谢。他那天有事儿，所以来不了。好吧，徐思雨没有邀请你吗？邀请我去哪？就是这周六他爸有个什么慈善、什么基金发布会什么的，我也不大清楚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那种地方不适合我。思雨她最了解我了，她知道我不喜欢那种地方，她一定是把什么都替我想好了，所以才没告诉我。可是我想让你陪我一起去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去。OK。哦，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许反悔啊，必须去。哥，怎么了？突然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还好意思问我出了什么事儿？咋了呀？洪大志，你当初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吗？啊，你有什么呀？我当时不就是看着你人老实没有花花肠子，才答应让志红嫁给你的吗？啊，现在你可以呀，钱没挣多少，吃喝嫖赌你都学会了吧？还学着别人抱二奶，哎，现在连家也赌没了。哎，志红哪点对不起你了？他不就是没给你生孩子吗？你这跟我装是不是啊？我今天去你家了，结果呢，正好碰到要债的堵在门口啊。哎，那花圈纸人就摆在门口，丢不丢人呐？这左邻居人怎么议论的？
40好几的人，你能不能要点脸呢？我说志宏这段时间怎么给我要那么多钱？原来啊，都给你还赌债去了。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是不是个人呢？啊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哥，我能喝点酒吗？土豆，啊，给来瓶啤酒。哎。哥，林志宏他在撒谎，我根本就没有赌博，也没有去包二奶，他是骗你的。我本来打算把这些事儿我都烂在肚子里，我谁都不会去说。你说你遇到再大的痛苦，那也是我和他之间的问题。哥，我心里实在是委屈啊！你都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。我不想跟你说了。你别哭啊！有什么你说出来嘛！啊，来来。我今天我也不怕你笑话了，哥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和林志宏离婚吗？为什么呀？按说，两口子过了这么多年，能不离我不会离。可是他把家里所有的钱全拿去赌了，连房子也早就抵押出去了。高利贷呀，那帮人都是借高利贷的呀，利滚利，我一个月得还2万多，现在还欠着好几十万没还的。你说我这日子该怎么过，哥？不是，是，我现在虽然在钢厂当个营业科的科长，但是这2年钢厂效益不好，你也知道，我工资发不了多少了已经。志宏呢，前2年自己倒腾服装，就跟那帮小老板整天的混在一起，也不知道怎么就染上赌博了。我当时我就劝他，咱不要把这心思啊放在这犯法的事上。可是他不听，啊，后来他觉得做服装太辛苦，挣的没有赢的多，索性就不干了。那你说我天天得上班吧，我不可能随时随地去看着他吧。他倒好，这瘾越来越大，赌的也越来越大。不到1年，我们家所有的积蓄全让他给输光了。当时我心想，输光了也好，你没钱赌了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猜他怎么着？他居然背着我去借了高利贷。那没问题，我帮你还。刚开始我这工资还能给他还上，可是您知道这高利贷越滚越大呀。我最后我能借的钱我全借遍了。我不怕你笑话啊，我那些亲戚朋友现在见了我电话都不敢接。可他呢？啊，哭着跟我道歉、认错、坦白，有用吗？一点用都没有。只要弄点钱，全他妈输进去。不是，哎，你这事为什么不早就找我呀？哎，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呀？哥，我怎么张嘴呀？你说你啊，这里里外外，又当爹又当妈，照顾美雅这孩子这么多年，多不容易呢。美雅出国那会儿啊，那需要的全是钱呢。你说我还怎么好意思跟你张这个嘴？我后来吧，这窟窿越来越大，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连利息都还不上，所以这帮高利贷的人3天2头的去我家，半夜3点2点的去砸门呢。你说我还得上班呢，我这日子我过得是提心吊胆的呀。索性，啊，我搬到我们钢厂职工宿舍了。不过这段时间我也想明白了，老话不是说吗？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呀。哥，你别怪我，
我冯大志对他林志宏已经算是仁至义尽。嘿，全是弯子。不慌。要紧。哎，等会儿，糊了。什么你就糊了？你这时候还糊？你看你糊那小屁糊，把我这一整天就做了这么一把大牌，对不住了啊！真是够缺德的。谁规定啊？小屁股不让糊的？钱给。快点啊！来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这差10块钱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还能差你10块？我下把一会儿给你不行吗？哎，妈，没钱了。算了，没钱不玩了。行了。哎，不是你们赢了一整天了，说不玩就不玩啊？好了，行了。说走就走，这缺德简直！没钱了，玩也这。我谁说我没钱了？我还有没？林志宏，站着，给我站着，给我。跑呢！林志宏，你想往哪儿跑？怎么？咱们换个地方聊一聊。林志宏，你跑哪儿去了你啊？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哥，救命啊哥！你快来！你现在马上来！你赶快来救我，要不然今天我可能就过不去了，哥。不是，哎，你别哭啊！你在哪儿呢你？啊？出什么事了？在电话里哪说的清楚？我现在把地址发给你，你马上现在就来啊，哥！好，我马上过去，马上过去啊！你别急啊！胡子，哎，我出去了啊！哎，没事吧，叔？没事。钱总，小钱总，你放心，我哥就我这么一个妹妹，我出事了他肯定得管。红姐，我把丑话先放在前头，今天不管你叫谁来，不放下点东西，谁也别想走。大钱总，小钱总，你们放心，我哥他还一套房呢。那房子虽然老一点，可是也值点钱。不行，我就让他把房子先卖了，帮我把账还上。总之，绝对不会差您的。钱总，小钱总，你放心，我哥就我这么一个妹妹，我出事了他肯定得管。红姐，我把丑话先放在前头，今天不管你叫谁来，不放下点东西，谁也别想走。大钱总，小钱总，你们放心，我哥他还一套房呢。那房子虽然老一点，可是也值点钱。不行，我就让他把房子先卖了，帮我把账还上。总之，绝对不会差您的。啊！
好好好好。志鹏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哭，你别哭，咱们走。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要是敢动我现在马上就报警，你信不信？老爷子，您搞错了吧？我们可没动红姐一下，看看她身上，看看她脸，有伤吗？我们这可是正规公司，不搞非法拘役那一套。我今天把红姐请过来，就是想把事儿说清楚，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这白纸黑字上还有林志宏的签字，还有手印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红姐前前后后欠了我们100多万，这钱我找谁要啊？今儿你来了，说想把人带走，可以呀。你总得给我个交代吧？这钱到底是他还呀，还是你替他还啊？100多万啊！哥，我错了，我这回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发誓，哥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赌了。求求你，这回你帮帮我，好哥。没法管了，我没法管。100多万啊！前段时间我留给小雅结婚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，你现在怎么还呢？我哪有你还了？哥，我真的我错了，咱们想想办法，先想想办法把眼前这难关渡过去啊！咱不是还一套房吗？咱实在不行，先把房卖了。你就算帮我这回，以后咱们这房子留给小雅的。我是你亲妹，我姓林。小雅，她是谁？啊？她不就是你捡来的个野孩子吗？她有咱们林家的血吗？再说了，她不是傍上欧阳了吗？啊，她不是攀上高枝了吗？将来结婚，她能在乎你这小房子吗？还有，你怎么不想想，她嫁走了，你老了谁管你啊？啊，还不是得指着我？哥，你今天要是不管我，就没人能管我，我就得死。好，你让我死，你让我先去见咱爸，你让我先去伺候咱们二老吧。老爷子，我也看了，你也是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，要不这样，你替红姐做个担保，你们就都可以走了，到时候按时还钱就行。担保？怎么担保啊？在这上面签个字儿，按个手印，就能把他领回去了。你有心事啊？我能有什么心事？你这个人，一有什么心事，全部都洗脸上了。我有心事儿。自从你回到办公室，你就一直闷闷不乐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李一东的公司最近出现了点问题，他想借助欧氏的力量，我想帮他一把，但是我爸觉得原本提出的合作协议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，苛刻到李一东根本不可能接受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爸就带我去了他创业初期工作的地方，他跟我说，当年没有任何人在帮他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
全是他一点一点拼出来的。他还跟我说，如果他像我现在这么感情用事，那他今天就不会做成这样。那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立冬说，因为我觉得，毕竟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而且从小到大他一直在帮我。虽然我很反对我爸的想法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他。就因为这件事啊？放轻松，真的。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放轻松，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它很简单，无非呢就是2个结果。第一，小黎叔他答应你爸提出的要求，再或者呢就是他放弃和欧氏合作。先说第一种结果吧，如果他同意了你爸提出的要求，那就说明尽管黎氏的利润很单薄，但是成功的可能性依旧很大。你想啊，小黎叔他做事多谨慎啊，他不会盲目的就同意你爸提出要求的。那第二种，黎家风风雨雨的经营了几10年，从无到有变成现在这么大的规模，在这期间他们经历了多少风雨坎坷，肯定是我们都不能想象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听着呢。说到哪了刚才？坎坷。对，坎坷。所以我相信小黎叔，即便你们欧氏不出手，他也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。而且呢，无论这件事情是什么结果，我都相信小黎叔他不会怪罪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又没有决定权，你只是传达你爸的决定而已啊。你跟小黎叔是好朋友，朋友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相待，所以你千万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。无论结果是什么样，只要你坦诚相待，小黎叔都不会怪你的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没想到你还挺了解立冬的啊。怎么了？哎，你吃醋了？你才吃醋。你就是吃醋了，你转过来，你让我看看。本来嘛，你凭什么能了解他？你那么爱话，没臭美。你别瞎想了，小黎叔啊，他跟我爸都认识几10年了，我们家大排档在他们家小饭店对面，所以你以后还是不要瞎想啊。那你也不能了解他。你听见没？今天的橙汁格外的好喝，干杯！少贫。我们来做运动，转一圈儿。别转一圈，转一圈。哎呀，傻死了！到了。什么时候才能光明正大的送你回家呀？好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这2天有事儿不在公司，你直接去上班，不用管我。什么事啊？你一天都不来公司吗？反正就是有事儿了啊，你回去吧，我看你进家再走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就这么走了啊？喂，我拜托你件事，
后天能不能把全部的时间都借给我？什么事情啊？一本正经的。后天你就知道了。总之对我来说，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神神秘秘的。好吧，没问题。谢了，兄弟。还有事吗？没事挂了。干什么？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你说啊，从明天开始起，你要再说我就不认你的命，跟断了关系，听到没有？还有啊，明儿找工作去，干个清洁工也比你成天在外面转悠强多了。爸，你这怎么了？生那么大气，你喊什么呢？没事，哎，你坐吧，坐。说你姑的工作的事儿吧，这是你姑的那个服装摊不是黄了吗？我让他找个工作。哎呀，别哭了。你说找工作的事，我姑怎么哭成这样啊？啊，这不是，你姑说她这好长时间没工作了，怕不适应，怕这活儿重。我说她就哭起来。你多大的人，跟个孩子似的，你哭什么哭啊？你这。小雅，你是咱们家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人，又出国留学，现在又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工作，你能不能去你们单位看看，给小姑爷找个职务？我以前当财会的时候，我账算得可明白了。姑，我这不是也刚到新公司吗？我自己现在都不是正式员工，我去跟谁说呀？我也说不上话呀。你说不上话，求求欧阳，欧阳说话肯定管事儿。他要是说话，怎么也能安排个中层职务吧？啊，对了，我以前还当过半年办公室主任呢。当然，咱们也不挑哈。不过，要真是中层以上的职务的话，一个月怎么还不得2、3万块钱啊？行了，林志宏，你说什么呢你这？哎，行了，行，赶紧回去睡觉吧啊！我得陪小雅说会儿话。你说什么呀？都几点了？小雅上一天班，她不累啊？去赶紧睡觉去吧啊！我去睡觉了。起来，别动弹，你姑就这样人啊，没事，你也早点休息吧啊，累了一天了啊。知道了，爸，你别生气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别老是看着电视，说了多少回了，这对眼睛不好啊，早点睡啊。哦，我这就睡。
什么时候过来拿？有什么发现吗？倒是有一些有趣的东西，你自己过来看吧。马上来。爸爷不，你慢慢吃啊，我上班去了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哎，知道了。我也是好哦。哎，你也赶紧吃啊！吃完了跟我一块去菜市场，去进货去。我想好了，没找到工作之前呢，就先在我那儿干着啊。哥，我有腰椎间盘突出，我这2天腰正好犯病，疼着呢。你让我干那么重的活？你成天在那麻将桌上，你腰就不疼了？怎么窝了一晚上，你想变卦？别忘昨天晚上怎么向我保证的啊！我答应你找工作，没变卦。我就找一个1个月3、4千块钱工资的工作有什么用啊？连利息都还不上。哥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在人家那保证书上签字画押了，咱1个月还不上，你试试，人说收这房子就收。我签字怎么样啊？我签字怎么了？我看谁敢动我这房子？林志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没错，昨天我是在那保证书上我签了字，那我不是为了把你从他们那儿救出来吗？啊，别忘，这钱可是你欠的啊！说白了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！你别指着哈，这是万事大吉了，你从今以后就全靠我一个人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昨天我跟小雅说那事儿，你为什么打断我呀？那就是欧阳一句话的事儿。我在欧氏集团谋个职怎么了？在那么大的公司，要是能找着工作，那工资怎么也得2、3万吧？那不是解决大问题吗？我还不是心疼你吗？看你这么大岁数在大排档受苦受累的，我为了谁呀？我不许你瞎说，这个小雅跟那姓欧的有关系啊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少做那白日大头梦你。哎呀，说到这个我就更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就死活拦着小雅跟欧阳呢？人家欧阳怎么了？要模样有模样，要家境有家境。你就是老观念。我告诉你，现在那外面的姑娘碰到这样的，那哭着喊着要想上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咱们家小雅那是高攀。林志华，你这狗嘴里就吐不出个象牙来是吧？我怎么就狗嘴了？我那是夸小雅呢，我夸她有本事。你现在是不知道外面那些姑娘们啊，看见像欧阳这样的，那往上扑还来不及呢。不说别人，就说我要是年轻几岁，我都想嫁这样的。是，你还要不要个脸呀？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小雅跟那姓吴的一点关系没有，他们就是纯属的工作关系。你少到我面前说这个，这没事也让你说出个事儿来，你这当爹的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假傻，哼，你就看不出来他们俩真是有事儿没事儿啊？我都能看出来，他俩有事儿。不是。你不验货啊？验什么货呀？吃饭啊！得嘞，大餐啊！徐思雨没有邀请邀请我去哪？就是这周6，他爸有个什么慈善、什么基金发布会，把他问了。重点是，徐思雨突然休学回国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他抵挡不住对欧阳的思念，他一门心思的想要回来追求欧阳。
思雨，你还在睡觉呢？这么早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把你吵醒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事儿。是我爸，他知道我们在法国的时候你特别照顾我，所以他一直想找机会好好的感谢一下你。上次你回国待的时间有点短，这次他想请你吃顿饭。叔叔太客气了，我应该请你跟叔叔吃饭才对。不，肯定是要我们请的。要不就在我们家吃，这周六。这周六？对。晚上吗？中午。因为晚上我们要照顾生意，大排档周末会特别忙。你有时间吗？哎呀，梅雅，这周六我没时间啊，因为这周六的中午我爸要举行一个基金启动仪式，你不会生我气吧？这种仪式特官方特无聊，但是我邀请了欧布、一家和欧阳，我邀请欧阳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哎呀，不介意，我当然不介意啦。你不介意就好。那跟叔叔吃饭这事儿，那咱们只能改天了。好，那你接着睡吧，等你有空了我们再联系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李梅雅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？思雨她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想什么呢？哎呀！东西没有问题，我们给您评估的金额是这个数。行，那我是马上能拿到钱吗？这个待会儿你在过户表上签个字就可以了。那麻烦你快点啊，我还赶时间。行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典当物品的发票您带了吧？我没带啊，我不知道要带发票。那不好意思，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收。别呀，来这儿当东西的也不一定都知道要带发票啊。这样，我再让一点，你少给我点不就行了吗？那只能给您这个数了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行，您稍等。要点什么呀？哟，吓死我了！麻烦您，我想找这杂货铺的老板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阿水介绍我来的，他说您这儿能买着我想要的东西。别跟这儿说呀，进来。杀掉全部人质和这个男人，3000万美元，我全都给你。董事长，怎么样？新的环境还适应吗？您有事儿让秘书叫我上去就行了，你怎么还自己下来一趟？坐。哎，您请起。哎，你
意坐吗？你先坐。别这么拘束，来，坐着。对，坐。哎，既然坐到了这个位子，就要坐得踏实，坐得坦然。哎，我坐这儿，你这。那个，我能做到这个位子，其实还是要多谢董事长。你不用感谢我，要感谢你自己。这个位子是靠你机关算尽和不择手段争取来的。我并不是在贬低你。哎呀，如果欧阳要是有你一半的心机，我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发愁了。你很聪明，知道利用一切能够利用到的资源。欧瑞也很聪明，但他做事有底线，可你没有。这就是你能掌控他的原因。董事长，我不认为我在利用或者控制欧瑞。我可以再重申一遍，我确实在家境和背景方面没有办法配得上他。但是要说爱的话，我爱他的程度仅次于他的家人。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谈你们俩之间的事。你爱不爱他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如果你再跟他纠缠下去，那么现在你看到的这些，这个位子，将会是你在欧氏的终点。董事长，您是在暗示我只有离开欧瑞，才有将来，是吗？你要什么，我很清楚，你也很清楚。你不顾我的反对，坚持和欧瑞在一起，就是想让他当作和我谈判最重要的筹码。董事长，您把自己的女儿称作筹码，您不怕她记恨你，不怕她伤心吗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她现在只是沉溺这段关系，暂时不能自拔，所以需要有人拉她一把。她是我的女儿，我自然会担当这个重任。会有那么一天，她会明白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。包括谢谢董事长关心，请允许我拒绝。这段时间，如果你想好了，随时来找我。
做好准备，随时离开卧室了。我爸跟你说的这些，你别介意，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会阻碍我们两个人在一起。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。我怀孕了。傻了？真的怀孕了？开心吗？你要当爸爸了？开心，当然开心。知道梅雅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那儿，2层，左边数第5个窗户。因为在冬天夜色都掉光的时候，她可以直接看到大门的方向。我这辈子最初的记忆是在孤儿院，孤儿院的2楼，左边数起第5个窗户，因为那个窗户正对着孤儿院的大门。在那儿的时候，我每天都会垫着脚趴在窗户前面看着门外，我就希望有一天我妈可以回来带我离开那儿。我每天就在那儿盼着等着。曾经我一度以为那段时光会是我一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。那个窗户就是梅雅这辈子最艰难的时光。对了，你上次跟我提的那个合作意向，我已经转达给我爸了。他提出了一些条件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没关系，在商言商嘛，都是正常的，我特别理解。而且我已经想办法准备了其他的方案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不提这些了，啊？
这都你画的？嗯，画了3天。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有天才啊！你这画的一切都是你俩的故事吗？大家辛苦了，继续。这是为你安排的今天晚上的中式菜谱，由我们中餐厅的行政主厨亲自为你掌勺。你看看，还有什么需要的？不用了，我对你100个放心。谢谢了，这么上心，感觉把酒店的后厨都快搬过来了。跟我金虾客气，这就是场地条件差了点，不过好在还有电，将就度过一晚上应该没有问题。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求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用西餐，而选择中餐，还要选择这么简单的菜谱呢？过一季了，当然要简简单单喽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整个屋子你都画满了，还差那么一点点。相当不错，看得出来，这次你花了很多心思。那是，我可是提前准备了很久的。